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做《医生推荐的少食生活》。老化的原因通常在于吃得过多，这是许多书籍和论文中反复探讨的话题。即使我们知道节食和限制热量对预防老化至关重要，但要坚持下去却并不容易。这正是人类面临的困境。当我们试图减少食物的摄取量时，大脑内部的欲望部分会发出更多进食的指令。不仅如此，我们肠道内共生微生物也会想要获取更多食物。即使我们下定决心要吃少吃，身体却会通过自身的机制引导我们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不够坚定才无法坚持你所决定的饮食习惯，而是因为身体的本能驱使着我们。要实现少食生活，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身体和环境。本期视频的主题是如何过上少食生活。这本书清晰地总结了在过少食生活时需要注意的要点。透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获取知识，还可以将少食生活的理念融入实践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少食生活吧。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1章，日本人理想的饮食是什么；第2章，排毒的建议；第3章，过少食生活时需要注意的要点。接下来我们立刻开始。第1章，日本人理想的饮食是什么？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日本人理想的饮食是怎样的。虽然有许多种健康饮食方法，但是否存在一种既符合日本人口味又易于实践的理想饮食方法呢？让我们以日本的冲绳县为例进行深入思考。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要提及冲绳县呢？因为冲绳被誉为世界上健康长寿的特殊地区之一。尽管现代食物逐渐西化，导致平均寿命略有下降，但冲绳县的老年人饮食却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典范。他们的饮食以红薯为主，而非大米。超过60%的食物是红薯和其他蔬菜，如竹笋、萝卜等。相比之下，谷物只占33%，糖类的摄入量也相对较低。此外，他们几乎不摄取动物性蛋白质，如鱼和肉，而更多的选择植物性蛋白质，仅占总蛋白质摄入量的5%左右。因此，他们的饮食以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素为主要成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似乎并不是长寿的决定性因素。这与之前盛行的低糖或高脂饮食观念有所不同。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可以任意大量摄入糖类。这个结论只是激发了我们对正确饮食的兴趣，而并非可以放纵地摄入糖类。正确的饮食观念是健康长寿的关键。饮食不仅仅是摄取营养素，更需要关注其中的内容。提到冲绳老年人的饮食习惯以红薯为主，超过60%的食物是红薯和其他蔬菜，这与日本其他地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差异。他们选择摄取富含维生素 E 等抗氧化物质的红薯等食品，这可能是长寿的一个因素。现在我们来深入了解这些抗氧化物质。在健康书籍或视频中，经常听到推荐摄取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有益。那么，这些抗氧化物质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抗氧化物质能减轻身体的氧化压力。这些抗氧化物质在保护我们的细胞和器官免受损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帮助我们抵御自由基的侵害，减缓细胞老化的速度。通过摄取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我们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延缓衰老过程，保持健康和活力。让我们珍惜这些有益身体的食物，注重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为自己的健康努力吧。让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每天的选择，让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关爱而变得更加强健和年轻。我们深知减轻氧化压力与长寿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冲绳的超高龄者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在氧化压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冲绳地区的139位100岁以上老人展开的研究更是引人瞩目。
研究人员以血液中过氧化脂质的含量作为氧化压力的指标，结果显示，100岁以上的老人的过氧化脂质含量远低于其他年龄段，而这些含量较低的人更有可能长寿。这进一步证明了减少氧化压力对长寿的重要性。然而，现代冲绳年轻人的饮食高度西化，导致他们的过氧化脂质含量相对较高，这给冲绳的未来带来了一些忧虑。研究还发现，冲绳的超高龄者体内富含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 E， 因此，为了实现长寿，我们必须抑制体内氧化过程，有效应对氧化压力。这项研究还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现在的长寿老年人能够预示着年轻人也能享有同样长寿的命运。在社交媒体和评论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日本是长寿之国。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长寿老年人和年轻一代能否长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推动日本平均寿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是60岁以上的年龄群体，他们在20到30岁的年轻时期，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依赖快餐和便利店的食物。在过去的50年间，日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西式饮食的普及，生活习惯病的发病率也逐渐上升。考虑到现在20到30岁年轻人的西化饮食习惯，不得不对长寿大国日本的未来产生一些担忧。如果想要健康长寿，就必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现代人可以实践的饮食方式。大家是否知道，2013年核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证明了日本的饮食文化备受世界认可。因此，人们开始关注日本饮食的健康益处。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通过对1960年到2005年间4个不同年代的日本人饮食进行研究，探讨了哪种饮食方式最为健康。这些研究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也引发了对如何正确选择饮食的思考。让我们共同探索并选择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饮食方式吧。在这项研究中，让小白鼠摄入与日本4个不同年代的饮食相似的食物，并观察哪种食物对健康效果最好。详细研究了每个年代的饮食成分。1960年代的饮食主要以大米为主食，蛋白质来源有限，盐分摄入量也最高，饮食中菜品较少，典型的搭配是米饭、味噌汤和腌菜。到了1975年左右，饮食开始多样化，蛋卷、三明治和炸食逐渐出现在餐桌上。不过，基本上还是一汤三菜，主食包括汤、主菜和2个副菜，蛋白质以鱼类为主。1990年代的饮食则受到欧美影响较多，热量增加，拉面、牛肉饭等单品料理开始增多，早餐吃面包的比例也逐渐增加。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引发了对于健康饮食的关注。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食物。饮食不仅关乎口腹之欲，更重要的是对健康的影响。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的变化也反映了我们对健康的重视。2005年的饮食以牛肉和猪肉等动物性食物为主要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源。相比之下，大米的摄取量减少，而油类摄取量却最高。这种现代的快餐和便利店食物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开始反思。实验中，我们将这4个年代的饮食制成粉末状，供小白鼠食用。结果发现，食用1975年的饮食的小白鼠寿命最长。不仅如此，这些小白鼠在学习能力和记忆力方面也表现最好。而食用2005年饮食的小白鼠老化速度更快，寿命更短。这项研究还延伸至人类，让20到29岁的年轻人连续1个月食用1975年的日本食或现代食。结果显示，食用1975年日本食的人群体重、脂肪含量以及 BMI 指数都有所下降。此外，中性脂肪、LDL 胆固醇和血红蛋白 AEC 水平也有所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食用不同饮食时肠道菌群的变化与患生活习惯病的风险相关。
特定的菌群在食用1975年日本食时减少，而在食用现代时则增加。这些发现引起了我们对饮食健康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1975年左右的日本饮食，可能会减少生活习惯病的风险。考虑到这一点，理想的饮食方式就是以1975年左右的日本饮食为基础。在这种饮食中，更多的摄入鱼类和烹饪，而非油炸食品，加上适量的蔬菜，相对于肉类和油炸食品，这被认为是能量效率最高的饮食方式之一。这样的饮食方式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应该不会让人感到困扰吧？事实上，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坚持传统日本饮食的人口比例较高，并且这种饮食可以促进唾液分泌，对口腔和消化系统的健康有益。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与幸福的生活吧。第2章：身体排毒的奥秘。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新的话题——排毒。或许看到标题会让你觉得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少食生活的内容，但实际上这本书除了讲解少食生活外，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排毒方法。那么，什么是排毒呢？排毒指的是将体内积聚的有害毒素排出体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要完全避免毒素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人从饮食和环境中吸收了各种毒素。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一直处于毒素的环境中。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身体和大脑的排毒过程。一般来说，毒素不容易分解，并且喜欢储存在脂肪中。毒素会以脂肪的形式在我们的体内积累。对于身体脂肪较多的人来说，他们更容易吸收这些毒素。这也是肥胖者必须认真对待毒素积累问题的原因。但是瘦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更严重的是毒素对我们细胞的损害。我们的细胞膜主要由磷脂等物质构成，与体重无关。任何人的细胞都可能因为毒素的存在而受到损害，因此排毒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并不是因为需要排毒就随便喝市售的酵素果汁等产品，这种做法绝对不可取。为什么呢？因为在考虑排毒时，我们需要考虑3个方面：第一，处理进入体内的毒素；第二，处理体内产生或积累的毒素；第三，修复因毒素损害而受损的细胞。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进行排毒活动，所以仅仅通过饮用流行的酵素果汁等，并不能完成所有这些排毒任务。排毒需要我们建立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我们的身体中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就是肝脏。肝脏在细胞层面上负责中和和解毒，是我们身体内毒素的主要清理工厂。那么，毒素主要是从哪些途径进入我们的身体呢？它们主要来自食物，例如添加剂、防腐剂、炎症诱导物质以及未消化的食物残渣，还有肠道内的细菌和盲肠等等。这些吸收的毒素会随着血液流入肝脏，而肝脏会阻止有害物质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可以说，肝脏就像我们身体的守护者和过滤器。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毒素通常是脂溶性的，因此很难直接从体内排出。肝脏会将这些脂溶性毒素转化为水溶性的无毒物质，然后通过血液运送至肾脏，从尿液中排出体外，或者转化为胆汁，通过肠道排出。有时候，这些毒素也会通过汗液从皮肤排出。因此，皮肤也是我们身体的废物处理器。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身体的伟大之处吧。它能够将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物质，并将其顺利排出体外，从而保持我们的健康。让我们倍加珍惜这个神奇的身体，好好呵护它。简单来说，肝脏就是我们身体的勇士，它坚定地阻止毒素的入侵。因此，为了进行有效的排毒，我们需要格外关注肝脏的健康状况。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善待这位默默为我们排毒的英雄——肝脏。为了保护肝脏，我们必须减少摄入对它造成负担的物质，例如酒精、
加工食品中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以及一些口服药物等。如果想要过上排毒生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减轻肝脏的负担。谈及保护肝脏的方法，市面上有一些具有肝脏保护功能的补充剂，但这本书并不推荐使用它们。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来呵护我们的肝脏，为我们过滤毒素，维护我们的健康。为了呵护我们的肝脏，更应该首先控制饮食量，这样可以减少身体消化代谢的负担，减轻肝脏的压力。此外，建议摄入能够支持肝脏功能的蔬菜、水果和草药茶。书中推荐了5种食材：1. 西瓜；2. 蓝莓；3. 鳄梨；4. 橄榄油；5. 牛奶薄荷。这些食材都具有排毒和保护肝脏的功效，强烈建议多摄取这些食材。然而，即使肝脏努力清除毒素，如果无法顺利排出体外，也就没有意义了。肝脏将毒素转化为胆汁并排入肠道，但如果肠道积便导致排便不畅，肝脏就像是往堵塞的马桶里倒毒素一样，毒素无法顺利排出体外。更糟糕的是，这些毒素可能会重新被身体吸收。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参与早晨活动和保持排便畅通，确保肝脏排毒通畅，让肝脏处理过的无毒物质能够顺利排出体外。肾脏和肝脏一样，扮演着排除血液中废物并生成尿液的重要角色，可以说是身体内重要的排毒机构之一。为了呵护这个重要的器官，肾脏，最关键的是要保持适量的水分摄入。最让肾脏受伤害的是缺水，因为缺水会导致血液量减少，所以一定要注意充足的水分摄入。此外，为了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我们需要积极摄取对肾脏有益的食物，比如蓝莓就是很好的代表。研究显示，蓝莓中的抗氧化成分花青素可以保护肾脏免受肠道中流入的毒素的伤害。还有之前提到的蔬果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此外，动物实验还表明，像银杏叶、姜黄等具有抗氧化功效的草药也有助于改善肾脏功能。每天早上喝一杯柠檬水也被认为是非常好的方式，有助于激活身体。虽然不用尝试所有的方法，但可以选择喜欢的食物或方式积极实践。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去桑拿房进行排毒，但是在享受桑拿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及时补充水分，保护我们宝贵的肾脏。书中推荐在桑拿房里进行排毒，但一定要记住，在进入桑拿前要确保充分补水，避免脱水的发生。记得喝足够的水，享受排毒带来的愉悦和清爽吧。第3章将介绍在实施少食生活时需要注意的事项。通过进行16小时进食，可以激活自我修复机制；通过控制摄入热量，可以迈向健康长寿之路。这些知识正在成为健康生活的常识。然而，在进行禁食或限制卡路里方面，许多人都可能采用错误的方法。因此，在第3章中，我们将探讨在进行禁食或限制卡路里时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个误解：一天只吃1顿饭就可以随意摄取多少卡路里。大家是不是听过这样的说法？一天只吃1顿饭，晚上想吃多少牛排就吃多少。这种健康方法曾经风行一时，确实，在一项实验中，让人们一天只吃1顿饭和一天吃3餐，但总卡路里摄入量相同的情况下，结果显示，只吃1顿饭的人体重和体脂肪量减少更多，而除去脂肪部分的体重及肌肉量和骨量等，更是在只吃1顿饭的人群中有所增加的趋势。此外，血液中的中性脂肪也在只吃1顿饭的人群中下降更多。这说明一天只吃1顿饭对减少体脂肪、塑造肌肉紧实的身体是一种可行的饮食方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天只吃1顿饭就没有缺点。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同样的热量在1顿饭的情况下摄取进去，这对肝脏来说是一种负担。我们的身体会因为我们摄取的食物而受到影响。即使一天只吃1顿饭，如果我们吃的是快餐食品，对健康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此外，还要减少进食次数。仅减少进食次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控制我们吃什么和如何吃。像16小时进食这样，在一天内设定不吃食物的时间段是有效的，因为这种方法有助于激活细胞活力，抑制炎症，并改善肠道环境。因此，调整饮食内容并建立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不规律进食的人，已经证明对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造成了负面影响。就算你进行了长达16小时的进食，也要保证每天进食的时间保持一致，尤其要注意保持每餐结束的时间一致，这点真的非常关键。如果你选择在晚上吃晚餐，那么在吃完饭到睡觉之间应该留出至少3个小时的时间，即使食物量和进食时间相同。如果吃饭结束的时间晚了且接近睡觉时间，会给身体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负担，这一点千万要牢记。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一些误解。现在有一种流行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声称碳水化合物对大脑和身体都有害，好像只要摄入碳水化合物就是一件坏事一样。但我要强调的是，碳水化合物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营养之一。当然，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身体状态失调，可能需要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现代人普遍存在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摄入了大量加工食品、糖分高的零食和快餐等简单碳水化合物。要注意保持饮食的平衡和合理性，才能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应该从谷物、蔬菜和水果中摄取适量的碳水化合物。现代的饮食习惯中，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变得很少，我们主要吃的谷物也变得越来越少，这造成了食物纤维严重不足的问题。每次进食时，血糖都会快速上升，身体不得不不断调节血糖水平。长期下来，这会导致胰岛素抵抗性的产生。胰岛素抵抗性限制了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导致身体陷入能量不足的状态。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通过逐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我们可以逐渐增加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耐受性。最终目标是让身体重新适应摄取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而不再造成胰岛素抵抗性问题。总而言之，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是为了摆脱碳水化合物过剩导致的胰岛素抵抗性，而不是长期进行一成不变的限制。重要的是要根据个人的代谢能力适量摄取碳水化合物。如果想要多吃点碳水化合物，就要加强运动或者锻炼肌肉，以增加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消耗。掌握好碳水化合物摄入的度非常关键，就像掌握正确的蛋白质摄入量一样重要。随着健身和媒体热潮的兴起，很多人认为多吃蛋白质没啥问题，甚至觉得应该多摄取。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能力会下降，因此我们要注意适量摄取营养物质，关注身体的代谢状况，才能创造出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根据2009年的一项研究，平均需要66天才能养成新的生活习惯。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均数，简单的习惯可能会更快，而复杂的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对于像饮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事情来说，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大脑和身体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本书基于各种研究，清晰地解释了健康饮食习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